谭松韵没提前放风，央视端午晚会节目单一落地，靠路透炒热度的人全被打回原形。内娱最会装的，不是没本事的那批人，是那些一边把行程炒得像世界巡演，一边连央视晚会门口都摸不着的人。谭松韵这次没提前曝光录制，结果央视端午晚会节目单一放出来，反倒把一堆靠路透吊胃口的艺人脸打得啪啪响。欢迎来到华语娱乐频道。这是表面看是一次普通晚会官宣，实际上很简单，就是谁有资格上主流平台，谁只能在热搜边角料里打转。谭松韵的行程之前被扒得满天飞，吃瓜群众还以为他是去某个地方台搞综艺拼盘，结果总台直接把谜底掀了桌子。晚会名叫《百舸争流送端阳》，今晚8点在 CCTV1、CCTV3、CCTV15同步播，标准到不能再标准的国家级节庆配置。这种资源不是拿来给谁试试水的，是明明白白在告诉你，平台认人，也认作品，更认一个艺人有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个稳定的、可用的、没有幺蛾子的安全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谭松韵这次不是一个人单独蹦跶，她和张云龙、张远、任敏一起合唱端阳，还参与诗词接力诵读。整个晚会不是那种靠尬舞堆热搜的野路子，而是规规矩矩的把国风、节令、传统文化揉在一起，走的是总台最擅长的那套体面路线。这种节目看着不炸裂，甚至不太适合饭圈发疯，可它的含金量偏偏高得很。真正懂圈子的人都明白，能进这种晚会，说明你至少没被主流媒体列进风险名单，至少在稳定、干净、可播、可控这4个字上过了关。而那些整天靠路透、偷拍视频、班机图、酒店图吊粉丝命的人，这次就尴尬了，因为他们玩的是流量焦虑，谭松韵拿的是正经邀约，前者是今天有没有营业，后者是平台愿不愿意给你舞台，这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竞争。很多人嘴上喊着姐姐好忙，实际上忙的是营销团队的手，忙着把一堆没有落地的行程包装成工作量，忙着在饭圈里制造我家有饼的幻觉，结果到头来，真正能让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完整场的，还是那种踏踏实实拍戏、少折腾、少作妖的演员。这年头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儿，越是爱提前放风的人，越像在给自己打气，越是安静干活的人，越容易在真正的节点上被看见。表面上看似低调，实际上那叫有底气，因为他不需要靠今天在哪、明天去哪、后天又和谁同框来证明自己还活着，他只需要等一个正式场合，把结果摆出来就行。娱乐圈里最廉价的东西就是热闹，最稀缺的东西就是确定性，能被总台点名录制就是确定性，能在全国观众面前完成节目就是确定性，能让平台和导演放心把你放进节庆晚会就是确定性。很多人总喜欢把曝光度当成价值，把路透量当成人气值，其实这套逻辑早就烂透了。路透为什么好用？因为它不需要作品，不需要审查，不需要兑现，它只需要一张图、一段视频、一点点模糊信息，就能让粉丝自动脑补一整季大戏。今天说他去录了综艺，明天说他接了电影，后天又说他在为大制作试妆。热搜一挂，物料一造，数据一冲，仿佛这个人已经站上顶流之巅。实际上呢，真资源没落的，真作品没开机，真舞台也没有，最后只剩一地自嗨和一堆被割得心甘情愿的粉丝。这套玩法为什么能一直活着？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给外人看的，它是给粉圈内部续命的。先靠为官宣行程勾着，等粉丝开始猜、开始蹲、开始转，就有了讨论度，有了讨论度就能给账号涨粉，有了涨粉就能接广告，有了广告就能继续包装。别看很多博主发的煞有介事，
什么独家内部消息提前知道，说白了就是拿模糊信息做生意。真消息永远半遮半掩，假消息永远能写3000字长文，圈内人都懂，这叫信息差套利。越是底层越爱信，越是信得狠，越容易被当韭菜反复修剪。但谭松韵这次的情况，恰恰把这套幻觉打破了。他没有提前放大招，没有拿录制照出来预热，没有让团队一路吹锣打鼓，结果节目单一落地，资源本身的分量就自己冒出来了。这才叫真正的资源说话，不是营销说话。很多艺人最怕的就是这个，一旦到了正式名单上，之前那些已定接触你妖传闻的词就全成了笑话，因为观众一看就明白，谁真上了央视，谁只是被拿来钓鱼，差别大的跟真金和镀金没法比。再往深了说，这种主流晚会的筛人逻辑，本来就不是饭圈幻想的谁热谁上，而是多重筛网叠加。首先看形象风险，娱乐圈出过多少次塌房，平台最怕的不是你不红，是你红着红着突然爆雷。晚会最讲究稳，稳过流量，稳过梗，稳过粉黑大战。第二看国民接受度，总台要的是全龄层能看，不是只给某个圈层狂欢。所以你的有路人缘，有亲和力，有不冒犯的气质。第三看业务匹配，晚会不是让你来耍帅耍美的，是要你能唱能念能配合，别把现场搞成个人演唱会。第四看合作成本，临场不作妖，不迟到，不乱改，不抢戏，这些看似不起眼，实际上才是决定你能不能被长期合作的关键。所以你看，真正能长久吃这碗饭的人，通常都不靠人设奇迹，而靠一种很朴素的职业习惯，少说空话，多交作业。谭松韵这类演员的聪明就在于，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容易出错的位置上，不到处抢戏，不到处凑热闹，不到处用私人生活换曝光，反而让他的低调成了有效资产。在一个人人都在拼命制造存在感的行业里，稳定本身就是稀缺货，稀缺到平台愿意拿正式资源来给你背书。反过来看那些天天靠路透硬刷存在感的艺人，日子其实挺虚的，他们的工作表看着满，实际上大多是营销排期，不是业务排期。今天被拍到去机场，明天被爆出进棚，后天又说参加盛典彩排。观众刷多了就知道，这些信息有一半是给粉丝吃糖，有一半是给商务方看信心。真正能拿来证明业务能力的少得可怜。最可怕的是，很多团队还沉迷这种假繁荣，以为自己掌握了流量密码，其实只是把粉丝的注意力当免费电池，一次次充，一次次耗，最后把人耗成高度敏感、低判断力的赛博工人。娱乐圈这套逻辑和资本市场特别像，表面上看热闹，实际全靠预期撑着。预期一旦被验证，资源就归位；预期一旦落空，数据就翻车。谭松韵这次为什么能引发热议，不是因为他搞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操作，而是因为他用一个简单动作戳穿了太多人靠营销续命的虚胖。大家忽然发现，原来真正的强不是你先把消息放出去，而是你把活干完了，别人再来替你补热度。圈内人最懂的一个真相，就是主流平台从来不缺会喊的，缺的是能稳稳落地的。很多艺人嘴上说自己想挑战自己，想尝试更多可能，实际上能接到什么样的资源，早就在你日常表现里写好了。迟到、甩锅、频繁换团队、爱抢镜、爱发通稿、爱拿小道消息当战绩，这些都会记账。平台不会当场骂你，但会在下一次合作时默默把你划出去。这种淘汰非常安静，安静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出局了，只以为是最近大环境不好，其实是你自己口碑烂了，没人愿意拿正式场合陪你冒险。说起这种安静出局，前些年有太多活教材了。某些人一开始靠爆款综艺和热搜混成顶流预备役，
粉丝天天吹商务飞升资源起飞，结果一到真正需要作品和舞台检验的时候，掉链子掉得比谁都快。舞台事故、态度翻车、项目扑街，一轮接一轮，最后连路人都懒得看。热度来得快，塌得也快，像吹得太满的气球，外面看着光鲜，里面全是空心。粉圈还在那喊我家只是被黑，可平台和品牌不是来陪你演悬疑剧的，人家只看结果。再往前翻，像某些刷脸式热搜专业户，出门必带团队，发言必有通稿，录个综艺都能写成圈内震动，可真正到大众场景，照样没人买账。原因很简单，观众不是没见过世面，大家现在精得很，谁真有内容，谁靠包装，谁拿数据糊脸，谁拿作品说话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尤其是总台这种场子，最不吃那套花里胡哨。你要是真有分量，不用你自己喊，节目单一出来，大家自然会讨论。你要是没分量，提前造再多声势也没用，最后只会被看成把嗓子喊哑了的空壳。谭松韵这次的妙处就在于，他几乎没给外界留下可供炒作的缝隙，没有把录制搞成一场预告秀，没有让流量先行，反而让事件本身回到了节目内容和平台选择上。这在今天已经很难得了，因为整个娱乐行业都在追求前置消费，先把期待卖出去，再慢慢兑现，能卖就行。至于好不好看，爱不爱看，那是后话，反正先把情绪收割了再说。谭松韵这种不按套路来的人，之所以显得干净，不是因为他多会说话，而是因为他不靠说话活着。而且这次端午晚会的安排也很会挑人，传统节日最考验艺人的国民感，你不能太闹，不能太浮，不能太油，还得有点端着的文化味道。谭松韵本身的气质就属于那种不锋利、不攻击、不油腻的类型，放在这种场子里不会抢戏，反而能让节目整体更顺。这种适配度在行业里其实很值钱，因为很多人不是资源差，是场景不合适，硬往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挤，最后只会显得尴尬，像穿错尺码的衣服，怎么撑都不对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所谓流量很大的人，一到主流舞台就现原形。他们在饭圈里能横着走，是因为粉丝愿意给情绪价值，愿意给投票，愿意给数据，愿意陪着刷。可一旦到了全民场，大家看的是整体呈现，是业务完成度，是有没有拖后腿。饭圈那套我家最努力在这儿没用，因为努力是最低门槛，完成得体才是及格线。能被央视晚会选择，说明至少在这个门槛上，谭松韵是过线的，而且过得不难看。还有个很现实的点，主流平台的邀约本质上就是一种风险背书，尤其在今天这种舆论环境里，平台不会轻易把资源给一个有争议、容易炸、需要额外公关成本的人。因为晚会不是直播间的小打小闹，他面对的是全国观众，出一点岔子都要有人背锅，所以平台宁可选一个不那么扎眼但足够稳的人，也不会去碰那些热搜体质太强的危险品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看起来热度更高的人，反而进不去这种名单。热度不等于安全，安全才等于可合作。你看，这行业的残酷就在于，真正决定你能不能站上台面的，从来不是你在饭圈里有多会虐粉，也不是你在营销号嘴里有多红，而是别人愿不愿意拿一场正式活动的口碑来赌你。谭松韵这次之所以让人觉得有分量，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活成一场连续剧，他更像一个长期账户，平时不吭声，关键时刻能取钱。反观那些天天晒流水、晒预存、晒猜测的人，热闹是热闹，可热闹一停，账户空的比脸还干净。说到底，娱乐圈最爱讲的那些努力、认真、敬业，很多时候都只是包装词，真正有用的是你能不能把每一次机会稳稳接住，能不能在不张扬的前提下把事情做好。
能不能在别人忙着抢戏的时候还守得住分寸？谭松韵这次上央视端午晚会，就是这种老老实实干活的人该拿到的回报，不轰动但扎实，不喧哗但有效。而那些还在靠路透吃饭、靠猜测续命、靠粉丝脑补撑门面的艺人，真该好好看看这次的节目单，别天天以为自己在为官宣先杀风，其实大多时候只是被当成话题素材转了一圈，最后连正式名单都进不去。娱乐圈不是谁嗓门大谁赢，是谁能把结果摆上桌谁赢。前者是热闹，后者是饭碗，差别大到可笑。这年头最不值钱的就是看起来很忙，最值钱的恰恰是没那么多废话却真有东西。谭松韵这回给内娱上了一课，课名就4个字：少演点戏。你以为别人都在拼人脉、拼热搜、拼路透，实际上平台只认一件事：谁干净，谁稳，谁别给我添麻烦。能做到这3点，就已经赢过一大半只会放烟雾弹的人了。